好，我是孙女，欢迎来到方程式赛车。我现在人就在杜拜的赛车场的赛道上，我好兴奋，我好兴奋，我好兴奋啊！待会就要开始比赛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F1 赛车这个地表最快20人的尬掐大赛，也是全球最烧钱办一场就要狂喷数亿美元的运动赛事。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一个粉丝在做方程式赛车的技师，虽然还不到 F1， 而是 F1 底下的 F2， 再底下的 F3， 再底下的 FR， 再底下的 F4， 算是所有方程式赛车中最入门的级别，也是众多怀抱赛车梦的孩子 ，AKA 全球富二代踏入方程式赛车的起点。这个粉丝跟我说，他们车队12月底在杜拜跟阿布达比会参加3场 F Trophy 的比赛，而且阿布达比那场比完之后，那个赛道会直接开始比2025最后一场的 F1 阿布达比大奖赛。当工作人员可以体验前所未有的 F1 比赛，问我有没有兴趣？有，当然有，一定有，必须有，绝对有，我愿意。所以欢迎收看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中东之旅首部曲——方程式赛车技师深度体验。先确认一下眼神，是他吧？你要把车开过去那边停吗？哪一边的车子比较便宜，我们就停哪边。这里算这是小开家庭在开的。这里是小开，那边有一台布加迪要破亿耶。这就是杜拜小开的起步价。你是叫 Barry 吗？对。Oh, John. Hello. Is a friend from Taiwan. Hello.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How are you? I'm Ella. Ella. Nice Ella. to meet you. Oh, you're welcome. Yeah. You're Barry's friends, yeah? Yeah. I have some gift for you from Taiwan. Oh, yeah? Yeah. Thank you so much. 还用小北百货的袋子装。没关系。他是 Joey。Hello. 他明天不在，看你代替他买中餐的工作。你就是特助吗？是特助。这边是工程师区，然后这边就是车手、技师。Hello. This is a YouTuber. Nice to meet you. 另外一个台湾人，现在整个赛车场里面就我们2个台湾人，因为我们这边国籍很多，各种国籍的人都有。大家看到这里就是车队的 pit room， 俗称的 P 房，也是整个车队的基地、车库的概念。整个车队呢，大概有30几人，除了老板跟特助，大概是由工程师、技师还有车手组成。大家都来自世界各地，有比赛的时候才会聚集在一起。所以有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的技师，也有英国、比利时、西班牙的工程师，车手更是从南非到意大利、美国到马来西亚，遍布全球。哇塞！我们还有一台车去验车还没回来。你们有3台车哦？我们有4台。你有坐过里面吗？有啊。什么感觉？很挤。很挤吗？你这个身材坐得进去吗？可以，里面椅子是人要坐进去，那个发泡机会根据你的身材膨发，然后把你的身材包住。屁股沟太深了，它也会显示出来这样。你不要比这个壳还要更大只，基本上你人都坐得进去。哦。对。这该不会是行车记录器吗？它是摄影机，你不管是发生事故干嘛的时候，它都会根据这个摄影机去判断这样。它的油门在哪里啊？很前面。在这个地方。这么前面哦。对，车手有点类似斜躺在车子里面。你如果真的看下去，有可能在你的胸口的高度。哇塞！所以你的脚会稍微有点抬起来这样。开局就看到红隆隆的赛车出现在我眼前，凌晨3点搭9个小时飞机到杜拜的疲惫瞬间消失，而且走出P房更哇塞！哦，这就是赛车场吗？对，我们可以去前面看。这就是他们要开进赛道的那条路吗？对，就这一条。哇塞，这里跟电影里演的一样。对。哦，因为他们等一下有一场，可以在这里看是吗？等一下我们可以出去啊。可以出去，因为我们今天下午有一场比赛，起跑前大家就可以进去这样子。Barry 带的这个车队叫 Pinnacle Motorsports， 是一个来自爱尔兰的老牌车队，有很多车手都待过这个车队，像是现役 F1 车手红牛2队的 Liam Lawson、Alpine 的测试车手 Jack Doohan， 又或者舒马克的小孩来跟我们车队啊。他跑得好吗？他就是那个被骂整洁的那一个。那我可以问你们车队到底是在做什么样的？我们专做方程式，这叫 F4。然后再上去一阶叫 FR， 就是地区性方程式，在 F4 跟 F3 中间 ，F3 规格的车，但是它把马力降得比 F3 低一点点。F Trophy 是你们参加的这个比赛吗？对，这个月的都叫 F Trophy， 它实际上叫 F4 UAE， 就是阿联酋 F4 锦标赛。只是这3个礼拜它会叫 F Trophy， 就是纯粹就是一个短期为了配合 F1 的比赛。比赛总共有7场，遍布3个周末，算是方程式赛车世界的入口。几乎不需要任何赛车经验，只要年满16岁就可以参加。付钱就可以看。
要付多少钱？大概600到800万吧。但这真的还只是在门口而已。所以你们是除了 F1 之外，其他都有吗？F2没有，因为 F2太贵了，对车队来说负担也很大。F2跑1年是1亿台币，车手要付的钱。光是车手要付的钱就要1亿，他要付给车队的入场费、报名费、参加费用是1个亿，是1亿台币。我在这里真的是贫穷线以下哎。19号那台，它是我们目前车队最快的车，也是现在全场最快的车。全场最快的车，我们已经从第一天练习到现在4节有3节是第1了，然后唯一的那一节是第3。都说到这了，那就顺便介绍一下我们车队的4位车手吧。19号车手人称意大利小王子，来赛车场都肩背 LV 后背包，手拉 LV 行李箱。年仅15岁，已经被法拉利青训给签下。你还在骑 U-Bike， 他已经在开爸爸买给他的 F2 练车。说到意大利 Papa， 更是举手投足都散发贵族的气息，而且父子俩每天出现都穿一模一样的衣服，真的是每天都一模一样。90号是全队唯一的女车手，来自美国的她，上周比赛前一天因为脚扭伤退赛，但800万的报名费是不会退费的啊。2026即将代表哈斯车队参加女子限定的方程式赛车 F1 Academy。顺道一提，他爸黄金倒三角的身材看起来一拳可以把贝瑞击倒。88号车手来自马来西亚，64号车手来自南非。我对他们了解并不多，唯一的情报只有。可恶，南非人居然吃香菜。那我们现在要做些什么？我们现在没有事做，我们现在没事做啊。对，现在就是到处闲话。既然如此，只好帮大家体验一下。这个就是最贵的。可以拿看吗？好多按钮，这是换挡。对。手感真好，大拇指要够长才按得到。通常车手有时候会直接把手拿起来按。这样子哦。对，直接按，因为很多功能他们其实用到这个。他会用到的可能是无线电、雨灯、发动。他们有一个规定是，当你车手自己撞车之后，你要在10秒内自己跑出来。所以有些车手会特别训练怎么拆方向盘。有时候你一紧急，你方向盘只要稍微斜一个角度，你就出不来，你会抽不起来。拆下来，压着往哪里，撞到会看一下，对，这样就有。距离 F4 车手又前进了1公分。方程式赛车的每个结构几乎都可以秒拆秒换，所以你在赛车场到处都可以看到整排鼻翼祭祖式的陈列。比赛前几个小时，赛车后半变不见，但正式开赛的时候又变回来，车身还低到不可思议，这连告到我的 iPhone 都会弹起来吧？大致引擎调教，小至尾翼要几度？对，没错，我说的是连尾翼要几度都可以克制调整，根本就是富2代的乐高啊！不过要玩得起这组乐高，需要的可不只是钱。这是他们要踩的刹车踏板，是往前拉吗？对，油门一定是轻的，油门很轻。对，这是离合器，你没有真的拉下去啊？我拉给你看，你要这样才有拉下去，有看到吗？刹车是一点都没动啊。电脑上面会显示他们踩了几公斤这样子，哦，然后正常来说要踩到80到120公斤，所以你脚要踹到120公斤。难怪我拉不动。等于说你做啊腿推至少要推到120公斤这样子。没在开玩笑，每个车手弟弟妹妹都可以把我原地踹飞。除了要练体能，车手尬掐前跟尬掐后都要不停跟工程师上课。上面那个绿色就是踩油门，踩头上，所以就出现昨天可以踩到全油门，为什么今天踩不了全油门这样？天哪，他们真的会一格一格停下来看，我从来没有看过人家看赛车这样看。工程师会不断给车手策略跟建议，还要不断精算各种参数。赛车尾翼要调几度啊？胎压要打多少啊？用什么轮胎配方啊？就像是每个车手的诸葛孔明。哎，你每个被他们来吃啊？对啊，有人在吃我的新轮胎了。他等一下跑第1名都会先跟他。看到这里，相信大家都已经对方程式赛车有1咪咪的了解了。但想必各位跟我一样好奇，住在距离赛车中心欧洲、车队起源爱尔兰，或是这次比赛的中东，都108000里远的台湾嘉义乡亲 Barry， 到底是如何获得方程式赛车技师这个工作的呢？那你怎么找到这个工作？我是人家介绍的，认识的工程师介绍的。然后他说有车队在缺人，然后他们刚好要找从菜鸟开始培养，对，所以我就是从菜鸟开始进来的。所以你原本就在修车吗？还是？对，我原本是修车的。那你在台湾是做什么？也是修车。卡丁车技师。卡丁车技师。对，我来这个车队已经第9年了。我第1年没有领薪水，我来当实习生，那我不可以领钱，因为他会帮我付机票跟吃住。那也蛮好的啊。对，然后就是来开始做到老板会自己开始给你钱这样子。因为在这边工作算自主性也要非常高。
他们只会给你工作清单，但是不会跟你说你要做哪些事情，你就是自己去把事情做完。我之前有一年是全职做这个，很累，因为中间我可能就去其他车队比赛，去日本、去中国大陆、去泰国之类的，整年就是一直飞这样。老板会问你说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有比赛啊？你那天有没有空？你有空，他就帮你订机票，然后就飞过来这样。所以这人员也是蛮浮动的。算浮动，可是基本上会久了就会固定是同样那一组人，大家会例如安排，就是说哦，我这个月是这个月是这个比赛，下个月是哪个比赛，然后但是你只要自己安排比赛跟比赛中间不要撞期就好了。它有点类似自由接案者。不过你们可能有发现，翘班啊不是请假来中东接案的 Barry， 虽然叫技师，但从头到尾好像都不用修车哎，因为他的职位其实是 Tire Man 轮胎技师。这个工作相比负责车辆的技师还要单纯许多，管的就只有轮胎。原本我是这样想的啦。我的工作大部分会集中在比赛前一天，他们有规定你要用哪些轮胎，所以你应该在这个地方换好。可是我通常会在他的前一天我就把所有轮胎都处理好，因为工程师会跟你说他要哪一组，然后我们自己去找，自己把它拿走这样子。工程师会跟你下单这样？对，他们会跟我下单。一场比赛跑下来会经历练习赛、排位赛，最后才是正赛。只要上场，每位车手的每颗轮胎都有严格的管控跟配方。是像 F1 一样有什么雨胎、半雨胎什么？有，一般人所谓的光头胎就是这个。这个就是一般晴天的时候在用的那种吗？或是其实雨天如果雨没有很大，我们也是会用这个。我们会记里程，就是这条胎用了几公里，最多被我换掉的那一套是100公里，但平均75公里就会被我们丢掉了。然后这个就是雨胎。雨胎比较特殊，是水越多的时候，它的寿命可以用越久。如果没有下雨的时候，你换了这个的话，你就吃亏了，是吗？我们会确定到下大雨才把它装上车。像这个现在换起来就是纯粹是为了预备用，毕竟这里是沙漠。这个也是光头胎吗？对，这就用过了就会长这样子。然后工程师会根据里程来决定要不要留下来。它这里有写 keeper， 就是我们要留下来，可能下一场练习还要继续用这样子。所以这轮胎有用过跟没用过开起来会差很多吗？有差。轮胎有所谓的热循环，你热过之后，里面的橡胶分子会排列会不太一样，然后它的软硬度、弹性、抓地力也会不太一样。这就是为什么看方程式赛车比赛的时候，你以为开局就会看到时速300公里的火箭射出，但实际上只会看到一排车在蛇形蠕动的原因了，因为他们在暖胎啦。正式比赛就是看哪个车手控制的功力最好，这样子。从排位赛到正式比赛完，总共4场，你只有2套轮胎可以用而已。一整个礼拜只能用这2套，对，所以他们要自己去管理要怎么用这些轮胎，对，或是工程师会跟他说你要怎么分配那个圈数。这种轮胎只要一锁死之后，它就会很明确有一块会直接平掉，它等于它直接就报废掉那台胎，开起来就很难开。可是就是它的问题这样子，好难哦。贝尔说，最多的时候他一个人可能要负责8位车手的胎。我们一台车是3套轮框，3、4、12，一台车就有12颗轮胎。对，这个月是4台车。12乘以4就有48颗轮胎。1月那一场来的话，通常我们车队会一次出8台车，48再乘以2，96。对，你一个人要管理96颗轮胎？96颗轮胎是1节而已，跑3节，然后要换3套轮胎。所以96要再乘以3哦。对，那是一天的量而已。我误会了，我还以为你这工作蛮凉的，根本轮胎地狱。为了拍这次影片，我来之前还先恶补了一下 Netflix 的 F1 纪录片《飙速求生》，但来了才发现，奇怪，怎么没看到传说中的名场面光速换胎呢？你也要换胎吗？我不一定，我看情况。我有时候是负责撑车子的那一个，大概2个撑车子，2换轮胎而已。电影里面不是都超多人的吗？我们没有这么多人，他们一个车队换轮胎的人就抵过我们整个车队的人。可恶，朝圣失败，但没关系，还有 F2 的练习换胎秀可以看啊。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啦。认识轮胎，了解比赛之后，还要能看懂每个轮胎技师都会有的轮胎笔记。我们要自己帮车子编号码跟颜色，车号24，车手是1啊，然后后面再 dash， 后面例如说它是第几套这样子，然后后面这个就是真的复杂的地方，这里是全部它前面用的胎，这个打叉跟 KEP 就代表这套轮胎它后续的处理方式，打叉就代表这套胎不要了，然后它的框会换来第2场比赛用。然后这个代表9号、10号轮框留下来了，但它要到第4场比赛的时候，这组框才会拿出来用。然后这里有一个11、12、13、14，代表这套胎我们买回来了，但我们完全没有用。有圈起来代表我有装出来用，没有圈起来代表这套胎全新的放在地上，那可能带到下面练习去用这样子。有时候工程师还会把它错位，例如说我要第3套的左边加第4套的右边，或是第3套的左前轮
配第4套的左前轮，第5套的后轮这样子。完蛋，我一定会装错。这就是工程师会给的指令。Carry over 就是这套胎你是可以沿用到下一场比赛用的。例如说，工程师就会跟我说 ，FG 就是那个车手，然后69号，FG 的19、20 carry over 这套胎我要带去下一场比赛用。7号、8号 scrap， 7号、8号我要直接丢掉了。Fit new test 就是拿去装新的第21、22套胎，轮胎拆掉之后把轮框拿去装21、22胎。好难哦！来抽考我一题，不要太难了，不要太难了。反正我觉得都很难哎。7、8号、7、8套胎最后去哪里了？拿去给留下来，然后那你要怎么把7、8换成90？把它的轮框留下来，把轮胎留下来，把轮胎留下来，对，然后把轮框拿去换到装。第9套跟第10套上面。对，所以你的7、8就会是只有胎皮，但它留在车库里面当备用胎这样子。这个最难了。来，这个10字什么意思？KD 这个人呢，我知道这是前后左右吧？没错。前面左边第9套，后面左边第9套。对。右前21套，右后第10套。没错，这个就是出现混合的状态。直接来上班了。这样，我准备好了。乘到车队午餐了。酱料风味好特殊哦，酸酸辣辣咸咸的。这饭还是香料饭，烤鸡香料炒饭。对，这个就是传说中500块便当。这个也要500？对，这一个就500。谢谢John，吃500块便当配破1白开水也很合理吧？喝啉水，绝对是在说杯子，不是在说后面这一台。没错，这次来中东土豪国，还带上了我的 Holim 水免吸管透饮杯。Holim 的杯子我之前就有深度体验，那时候就觉得人杯一体再也不用带吸管，真的太爽了。珍珠、仙草、荤桂通通拿起来直接喝，热茶、热咖啡也直接喝，但要小心烫。现在连气泡饮也可以装满直接喝。因为这一代全新加码 Holim 之呼吸，特殊透气结构，打开可以呼吸。来上一杯赛道特调快乐水，可乐泡奇袭，蛮好喝的。关上闭气还可以倒放不漏，而且这次是全透明款，真的有够碎啦！可以看自己塑东西，看珍珠一颗一颗上楼，真的超可爱、超疗愈。Holim 水容量有720ml，手摇基本上都可以装好装满，清洗也很简单，只有4个零件，弯头吸管刷一撸到底，透明的，一眼就看清楚干不干净。因为太方便了，在家喝水喝爆它，买手摇也会想到它。放在我之前也介绍过的 Full Daily 小包，还可以变成出国无敌套装。现在入手还可以用孙女专属折扣码ByElla30，直接帮你折30块，链接尽在资讯栏。Barry 说，这个 F1 赛车场选特别好喝，你购买了，然后可以用Holim这个杯子，蛮清爽的。那真水，那你知道这水哪里来的？哪里来的？厕所吗？第3行 ，Pure water from air， 就是从空气里面净化。哦，真假？对，这空气这么脏哎！我今天已经是 Pinnacle 车队的成员之一了，轮胎大师的小组员。轮胎技师必修上完之后，接下来就是赛前准备实战了。我们现在抽的是礼拜5练习要用的轮胎，但抽签只是代表说我有权利可以去买2套新胎，但你不一定要进场。哦，对。好，哎，时间到之后，这个车队就会出现。然后你看，我们有4台车，所以等一下就要抽4张。对，抽喽，24啊。对，你是开4台。哦，1号给 Lucky 1号给19， 12，然后我们可以自己选。18。OK， 好，谢谢。谢谢。神圣一抽啊！抽到神圣一抽啊 Lucky Number 1，我就想要1号胎。希望意大利爸爸看到我的用心良苦。抽完新胎，要把签跟工程师下的单结合在一起，准备好。我的习惯是会把每一个我的位置都把它写下来 ，Round 2，然后测试胎，然后我就会像这样一张一张把它服贴叠起来这样子。刚刚技师已经有给那张纸签了，对不对？然后你看他会写，他是88号车，88号车 ，carry over 就是023跟024，
然后这一套胎就是031跟032。所以他要优先用这个吗？对，他会优先用旧的胎当开场，就是练习的时候开场。当他刚才有说他可能会用24。但是我们2胎都会准备起来。我先到这一节，我就知道说，工程师他会有什么胎可以用，签章就搞定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轮胎排进去帐篷里面。好。这是热身。买之前再跟每个工程师确认一下需求。What set you are looking this week? We have 26, 27, 11, and 12 here. Yes, I'm gonna use 4 and 7. 11, 12 for the race. The race tire last week. Scratch. Just scratch. Yeah. Okay. And do you need a new tire this week for test? Yes, 3-1. 3-1. Okay. 27 is on the ground. I can dismount the 11 and 12 and to put the 27 and keep one set for the race tire. Yep. Okay. Thank you. 想必大家都听懂工程师的指令了，那我们就拿着老板的卡去买轮胎喽。所以咱们就去买轮胎。OK。6套。对。OK， 谢谢。6套这样是多少钱？一套胎多少钱啊1190欧。1190，好嘞，1190欧。那好像还好。对，甚至比你有时候有些宾士换原厂轮胎还要便宜。哦。但是一套只能跑100公里，然后一次要买6套，而且这还只是练习赛的轮胎，隔天正赛又买了8套。30万台币在你手中。300万啊！我曾经有一年有碰过一个车手，一个礼拜换了50套轮胎。Why？ 他狂练，一天开8个小时。钱就这样喷。没什么啦，一个礼拜花掉200万开赛车，还好啦。买完新胎之后，要确认它用在练习赛、排位赛还是正赛。如果用了不该用的胎，会发生憾事。确认完再按照车子的号码、车手名字、第几套胎编号，再画上相应的左右箭头，让工程师技师一眼就能找到需要的胎。然后因为他们轮胎回来的时候，胎压都会偏高，让工程师调胎压方便，所以我们会让它都降1.2。然后这是我先设定好的工具，它就开始自己放气。拿到接近1.2的时候，它就会自己停下来，它会有点误差，所以可能我设定1.2，它可能事实上量完可能是1.2多或是1.3，稍微补一下，让它到1.2，这样就好了。最后再一一归位，就完成了新胎的处理。但是弄完新的胎，还有旧的胎呢。是有报废吗？对啊。它长毛了。然后你现在用手摸这里，就会是，你觉得这里会有一块平平的。对，这里好平。对。不管是要报废还是刚比完暂时用不到的胎，轮框都要留下来。而且标准都是要维持崭新，所以你无时无刻都会看到技师们一直擦、一直擦、一直擦。身为轮胎技师的我，当然也是一直擦、一直擦、一直擦。擦之前还要先拔平衡块跟除残胶，接着还要拔气嘴跟泄气，捅进去。然后这个就不要了。超没本事啊！可以啊，你拿，不要丢。你要几个就拿。你可以拿个几张这边。好啊。耶，啊，2张了，蹭到，还蹭2款。本次奖品就是这么到手的。最后大会会来登录每一颗轮胎，上场之后就只能用有登录过的胎。确认完后，轮胎技师的赛前准备工作就算告一段落了。如果你问我当方程式赛车轮胎技师是什么感觉？从早中训到晚。一切准备就绪，接着就是进赛道了。我们第4个。好。第4位。技师跟工程师们会推着小车到赛道边做最后检查。然后你转弯的时候要记得看一下后面哦。尾翼勾破了，我们可是飞不起的。Morning, number 19. 19. Yes.
这时候你想走去哪里拍都可以。可以吗？真的。那我就拍咯。真的可以在起跑线上看耶，好帅！要比赛了，要比赛了！大家看起来都很紧张哎。对啊，没有，因为很多是新车手，那种老鸟就是老神在在的那一种。就像19号。对，那个就一点不紧张的那一种。19号看起来超淡定的。第一次现场看赛车比赛，虽然只是时速230的菜鸟们，但这个轰隆隆隆隆隆、冲冲冲冲的引擎撕裂声，已经把我吓到说不出话来了。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很像一个闪电霹雳车在那边跑。赛道上面会有3个计时点，它显示的时间就是根据你通过那个点的时间，所以谁的字先亮出来，代表谁会在前面。绿色圈圈就代表他刚开出去，绿灯就代表他现在的成绩是比刚刚好的。绿色往上箭头代表它的成绩比上一圈更快，这样子。红色往下就代表你比上一圈慢。Class 就是你跑哪一个组，它有一个粉红色 F4R，R 代表这是菜鸟，他是第一次来比赛的。然后第3个 Best Lap Time 就是他目前最佳时间。紫色代表你现在是全场最快，10分钟里面你要跑出1圈你最快的成绩。所以他们在跑的时候，就会有一群人一直在旁边看这些数字，然后会跟他们讲说你等一下要干嘛，等一下要干嘛的。对，这个年纪的车手通常不会跟他讲太多，因为你有时候讲他会让他分心，因为他们太年轻了。去年就有碰过第1名的车手多跑了1圈，他那一个礼拜所有成绩都没了。而且他原本是全年度冠军。哇塞！对。最后这场排位赛，19号意大利小王子拿下了杆位第2，我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啊。对准插进去就好。对准。再高一点，再高一点，再来。对，进去了。情绪价值好高。OK。搞不好我帮19号装轮胎，然后结果今天他跑第1名，以后指定我来装轮胎。他爸指定你。然后再搭配我带来的凤梨酥，哇！他跟工程师上课上半天，有没有？后来发现唯一的不同就是因为轮胎是我装。东方神秘力量加持啊！平常你会觉得它很轻，现在你就不会觉得它很轻了。跟搬家工人的工作有什么不一样？有，这东西比较贵。前面说过，赛车就像游牧民族一样，这个地方比完就要打包整个车队，赶去下个地方。所有人不管技师、工程师，瞬间都变成搬家大使。因为下礼拜所有车队都要前进传说中的阿布达比 F1 赛道。想办法各种开。哎，聚美剩下2个啊！啊，水果怎么办？蛮好吃的，好甜哦。在旁边马上把这些所有东西塞进去。拜拜。Any garbage? All I felt was just. 第一个车队成员要挑战香菜多利多汁了。Nice， 他说 nice。这个是香菜，对不对 ？Yes， 香菜。好吃。这个才是正确的吧 ？Ew，terrible, right? You like it? No. 3个小时，直接把这里夷为平地。
有永和豆浆啦。我们现在要来吃晚餐，来到了算是杜拜的穷人区。他们是以国籍分区的，有中国区，有印度区，有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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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国籍的区。现在来到了这边，算是一个 China Town 吧。这房子真的会迷路哎，全部长一样。真的。晚餐吃这间印象西北，这菜单简直跟百科全书没有什么两样。难怪我一直觉得翻，为什么都翻不到最后一页。超好。为什么会来贫民区吃这家？主要是因为第一天落地，想说没吃过 Shake Shack， 就兴冲冲下班跑去吃。结果这一桌给你们猜多少钱？公布答案，321，1100块。再多待2天，我真的会破产。事情就是这样子，所以今天就来吃技师的口袋名单——新疆手撕羊。这个叫小菜。非常大盘的小菜，蛮好吃的，应该是比爱尔兰菜好吃吗？口感很扎实的。它这个还有把很香的那个味道。我觉得这个面好有锅气，而且那个面很 Q。手撕羊，很嫩啊。它就有一个淡淡的羊味，但是不会臭的那种。当初我们第一次来这间店的时候，纯粹只是因为附近找不到吃什么，随意路过看到了，说就吃一下好了，我们就连续吃了7天。这种是7天都点一模一样的菜，在杜拜跟阿布达比还没有找到超越这样的餐厅。8连球500碗，目前唯一一碗。还没有好好跟大家介绍，除了 Barry 以外的另一个台湾技师叫做钟燕。所以你平常工作是也是修卡丁车吗？我什么车都修，什么车都修。对。所以你没有待在某一间公司上班呢？没有，就是到处游走。对啊，不太喜欢被绑住。那你们2个是怎么认识的？我们从10年前加入车队的时候就动一动，我们是第一批的。他当时有甄选嘛，另外一个车队，然后台湾那边的公司有做甄选。那甄选要干嘛？考试吗？书面跟面试。不用上机维修这样。我们那时候的条件是，你必须签一个5年合约。第1年要去比赛的那个时间，你就一定要空下来。但是第1年是没薪水，他就当做你在去上课，就是第1年的那整个费用，他就算50万。那就是第2年到第5年，你把这个50万，他给你薪水，他才会先扣掉，对，会扣掉这样子。我们那时候薪水谈的是1个月6万，你觉得有多少人会愿意签这个合约？你们2个，你真的没有兴趣的，你不会想要去做这个啊。听起来超像海外高薪卖身契，真的只差挂要记了。但其实正常技师入行的方法是靠认识的去介绍，就是一个拉一个。但是就是通常要比较有经验一点点呢。当然你不能什么都不会啊，你总要基本，但是他会教啦。像我们来这个车队是他会教你，你一开始不会就是最基本的，他就把你丢到去帮忙弄轮胎。擦轮胎的工作就是最基本的，你就是负责我入门了，把轮胎就入门了。那因为轮胎基本上是比较不太会有失误的问题。因为车子你只要螺丝没有锁好，那就是你技师的问题，就 GG 了。所以如果有技师螺丝没锁好会怎么样？车队老板先把你干翻，吊起来打。有技师隔天被送回家了。对啊，当天晚上就被送回家了。对啊，毕竟这个东西是有速度有风险，所以你很多细节你是不能对。所以我们的通行证后面都会写上1行字：赛车运动是很危险的。虽然听起来压力很大，又要缴学费，又要签卖身契的，但做了技师工作后，出国会像呼吸喝水一样平常。有钱赚可以到处玩，很开心。好像也不错。19年1年去了16个地方。16个地方。在哪里待个2个礼拜，然后回来，2天我就出门，然后回来3天我又出门。行李都不用拿出来整理了。要打开，要把买回来的东西先拿出来，然后端起来之后去再把它补满。那在每一个车队工作的薪水都差不多吗？基本上大同小异啊，我们这个都算日薪。那这样日薪差不多有多少？6到8千台币啊。那如果我这种入门菜鸟的话，60美金。
2000、2500那附近，我现在还可以接受，不错啊，我现在还可以接受。你要想包吃包住对，包机，而且甚至你对还有包机票，对啊，所以你其实怎么算都划算。那技师行业很缺人吗？缺啊，全世界都缺。感觉是有不错的工作啊，怎么只有2个台湾人在做？我也觉得很神奇啊，对，2个包吃包住包机票，有很多时间可以休息。肯定是因为听起来真的太像诈骗了啦。目前你们看过车手里面最有钱的是什么层级的？他们家在东南亚，就是你看到所有此类木材有关的，全部都是他们家做的。整个东南亚，全东南亚。对。那他是哪一国人？印尼哦，意想不到哎。基本上就是你看到这整片的森林，都是他们家的。我曾经跟其他车手家长在那边聊天，然后听到他们在讨论他很有钱，你们都很有钱，你们说他很有钱，这就是被有钱人认证的有钱人吗？你知道那个 APM 珠宝吗 ？APM 我不知道。那个摩纳哥珠宝商。哦。我们有一个车手是珠宝商接班人，因为我想说为什么他的赞助商是 APM， 他说是我家。不要怀疑，我就是赞助商。以上就是中东之旅首部曲方程式赛车技师超深度体验了。想不到此生有机会来中东，而且还是来拍对大家都非常陌生遥远的方程式赛车，一切都兴奋到很不真实。尤其双脚踏进赛道的那一刻，真的觉得我应该是最幸运的 YouTuber 了。虽然我这个套票内建每天搬轮胎重训8小时，但其实是因为我把2个周末的工作全部剪在一起，不然很多时候也是实在是没时间，自己偷懒而已。起步的很难，升职更是不容易。想前进更高层级的赛事，例如 F123，大部分只能靠内推，并且从助手开始做起。不过，技师年薪不到8万哦，最低等级的那个，基本上都要300万台币啊。你注意看，会有2个人就只负责扶着车子，打枪的人力量很大，他会往里面推，他要避免车子被推走。有2个人只负责扶车扶2秒，扶2秒就年薪300万，真是个不错的工作呢。另外，如果你对技师工作或是买赛车感兴趣的话 ，Barry 还告诉我，行内人才知道的技师104跟赛车 Amazon 网站，除了可以找到各大车队的工作，只要有钱，连 F1 赛车都买得到呢。我会把链接放在资讯栏，有兴趣可以去看看。下一集，整个车队将从杜拜前进阿布达比 F1 雅思码头赛道，没错，就是那个布莱德比特也开过的赛道。妈，我进赛道了 ！DRS， 上了！太快了！下礼拜敬请期待亚洲小宠物前进满地钞票的 F1。记得按赞哦！订阅三年。Camelicious， 美味的鸵奶，美味。塞老头啊，应该还好吧？没味道啊，没什么味道。这个排名没有恶心呐，没有到恶心，不是我想象的那个奶。而且为什么有点咸咸的啊？对啊，对，就是你说那个盐分很高。因为骆驼的身体里面盐分很高，水很少，所以它会很像被浓缩后的。是不是因为我口中还有残留一些那个奶茶的甜味，所以觉得没有特别难喝？我那时候是早餐的，留着。我那时候是早餐的第一口，空腹第一口。那可能会有点冲击，有点猛烈。还是刚刚隔壁的中东奶茶好喝。有点咸咸的，没有我想象中那个那么浓烈的香料味，还蛮好喝的。所有香料已经先煮起来一壶了，最后才去套炼乳这样。对，今天这个下手算很轻微，之前有的师傅会再加2勺砂糖。每天配方不一样是吗？弹性配方，但9号奶茶技师 OK。